12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分别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庆典致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提及上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习近平出席了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这场宴会最重要的牵头主办方之一就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能否携手合作，共赢挑战，事关两国人民利益，影响人类前途命运。前不久，我在旧金山同拜登总统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同美方相向而行，落实好旧金山会晤成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强调，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前景可期。 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也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致贺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是中美两国建交前美方专门成立的民间对华贸易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经贸合作。目前，美中贸委会拥有200多家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会员企业，苹果公司、亚马逊、波音公司、可口可乐、华特迪士尼和沃尔玛等都是其会员。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14号出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谢锋在发言中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成功会晤，为处在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增添稳定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正能量。与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则透露，明年美中经贸各工作组将继续定期举行会议，他也计划作为财政部长第2次访问中国。 当地时间14号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致贺信，由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分别宣读，包括美财长耶伦、美中贸委会主席葛世柏、会长艾伦、驻华大使伯恩斯等美政府官员及工商战略界人士，线上线下共500人参加。 委员会会长艾伦表示，历史表明，经济是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基础，而破坏经济相互依存的企图可能导致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承诺，未来50年将继续努力推动美中经贸合作。To this day, the mission of USCBC remains unchanged. Our mission is to advocate on behalf of American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to expand the overall bilateral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e are a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and our commitment to members also remains unchanged.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致辞时表示，自己在今年5月正式抵美履职后，首次发表公开演讲，就是在美中贸委会主办的欢迎活动上。当时正值初夏，却感到阵阵寒意；如今已是深冬，却感到融融暖意。最大的暖流就是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为处在关键时刻的中美关系增添稳定性。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正能量。From the daily life of our people to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China-U.S.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indispensable. We need to bolster the anchor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propeller of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the catalyst fo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so as to take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new heights from San Francisco onward. 谢锋表示，明年中美将迎来建交45周年，中美经贸合作迎来新机遇，主要有3大利好：一是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利好；二是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利好；三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利好。在当前中美关系处在比较大的这样转折的时候啊，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对于美国的社会啊以及精英群体。 正确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政策和
中国整体的这种市场环境，是非常有帮助的。此外，谢锋也强调，中美应把精力投入到做大合作蛋糕，而非争抢蛋糕中，要重信守诺，落实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要在商言商，排除泛政治化干扰。The stabilizing momentum in China-US relations should not be disrupted by domestic politics. The US side used to call for letting the market decide. Why should it reverse course now? Chinese dialogue to social media are all considered as a threat to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How can that be? Seeking one's own security based on the insecurity of others and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will not work.And should not be an option. 美国财长耶伦在致辞时表示，明年美中经贸各工作组将继续定期举行会议。他也计划作为财长第2次访问中国。他强调，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双方正努力建立一个持久的沟通渠道。I and other U.S. officials have repeatedly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decouple from China. This would be damaging to both our economies.And would have negative global repercussion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ursue a healthy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e that benefits both sides. We will seek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on global challenge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这是耶伦首次阐述他对中美经济关系在2024年的计划和目标。美国对华政策既有激烈竞争的维度，也有很强的合作需求。在经贸领域，合作的需求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在耶伦分管的财政金融方面，他提出要建立持久的沟通渠道，反映出美国意识到作为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互相保持稳定合作具有迫切性。但耶伦也在致辞中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是首要任务。分析认为，这预示着美方将中国定义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不会改变。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日前发布报告，宣称要从根本上重塑美中经济关系，甚至鼓噪所谓切断一切中美经贸关系。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创纪录的8860亿美元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毫无意外，该法案包含多项消极涉华内容，包括采取措施对抗中国影响力，以及加强对台军事合作等。因为美国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的传统是难以接受，相匹敌的竞争对手的存在，而且呢，美国自身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也是它的传统之一。美国媒体还注意到，耶伦还罕见在这一场合评论特朗普的施政。他强调，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变得更加脆弱和孤立，而现任总统拜登则纠正了方向。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failed to make investments at home in critical areas like infrastructur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hile also neglecting relationships with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that had been forged and strengthened over decades. This left America more vulnerable and more isolated in a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y. 美联社形容为耶伦对特朗普发动的罕见攻击。事实上，耶伦很少对前任政府的贸易政策发表评论，此番言论很可能是为拜登政府造势。也有分析指出，中美关系经常会受到各种意外事件和非意外事件的冲击，特别是明年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政治的外溢效应可能对中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毕竟双方关系的维度是多层面的，利益呢也是多层面的。目前看啊，双方需要在战略层面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避免因为第三方因素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大的波折。观察指出，中美双方共同祝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释放出积极信号。事实上，今年8月，该委员会还组团访华，以深化与中国的联系。美方代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美中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美国工商界希望保持对华接触，不希望中美脱钩，也不希望看到贸易战和加征关税，希望双方抓住机会之窗，通过谈判和磋商达成富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使双方企业在公平和确定的环境下开展良性竞争，实现共同发展。
此外，今年是乒乓外交52周年，北京大学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并举行友谊赛。当地时间12月13号晚，中国驻美国使馆举办纪念乒乓外交52周年活动，300多名美国各界嘉宾参加。谢峰大使在致辞时表示，要实现两国关系再融冰，促进两国人民再接触，推动中美关系再出发。旧金山会晤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当务之急要做好后续工作，加强全过程管理，特别是不折不扣将两国元首会晤共识落到实处。期待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采取行动，特别是防止反复，不要进一步退半步，甚至进一步退2步，不要为两国关系设置新的障碍。双方的互信构建的这种进程啊，实际上也在稳步推进之中。毕竟彼此之间存在着比较多的需要克服的难题，双方还是需要在密切的沟通交流之中，逐渐找到在新阶段管控分歧、稳定彼此关系的有效的道路。16号起，一连3天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这场以纪念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为名进行的多边外交，被日本首相府称为今年日本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之一。日本最想与东盟谈的问题包括经济和安保，尤其是所谓的海洋安保。期间1个月内第2次举行的日本菲律宾领导人会议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这次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的主题定位黄金友谊、黄金机遇，以彰显纪念双方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在12月11号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介绍，缅甸政府没有获邀参加这次特别首脑会议，但日方特别邀请澳大利亚参会。他还介绍，会议计划通过联合声明和具体实施计划，为未来合作制定新愿景，将以常年构筑起来的信任为基础，进一步强化关系。但就在这场记者会举行3天后，松野博一因政治现金丑闻发酵而请辞日本官房长官一职。根据日方介绍，18号将举行的去碳化合作框架亚洲零排放共同体首脑会议将是重点之一。但外界认为，这一概念由岸田文雄2022年刚接任日本首相时以施政纲领的形式提出，主要目的是推动日本新能源产业的对外投资，抢夺国际市场。但日本舆论认为，岸田明确表述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将中国排除在外，无视了中国在全球气变领域的领导能力，而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力有限。日本长期经营东南亚，2战期间曾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概念，殖民及战争给相关国家带来深重苦难。2战后改为使用政府开发援助及 ODA 来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1973年，日本与东盟建立正式对话关系。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主导东南亚国家跟随的制造业发展雁行模式较为成功。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减少。目前，日本被东盟评为可靠和有效的合作伙伴。日本也是东盟的第2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和第4大贸易伙伴。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日本和东盟国家同为10+3、RCEP、CPTPP 等机制的主要成员。今年是日本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50周年，日本通过举办特别首脑会议的方式来加强与东盟关系。日经新闻披露，在会议后将发布的共同愿景声明草案中，日本提出人文交流、共创经济与社会、和平与稳定3大支柱的表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深圳卫视表示，和平与稳定这根支柱是日本最希望侧重的领域。和平稳定这个支柱实际上涉及的是安全领域的合作，相对较为敏感。尽管日方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是他考虑到东盟方面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反应，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包装。向浩宇对深圳卫视表示，日本视美国印太战略为重要的机遇，提出更为柔性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方战略，实则积极对表美方。由于美国战略长期忽略东南亚，导致抓手不多，因此日本主动充当了美国面向东南亚的白手套。近期对东盟的外交攻势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重新调整和聚焦。一方面，东盟因为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交汇的枢纽位置，现在全球主要力量都在竞相拉拢东盟，那么想要在东盟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影响。另一方面，近年来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迅猛，日本认为它在东盟的传统影响受到了中国的挤压，所以也希望通过强化与东盟的关系来制衡中国的影响。
根据安排，东盟国家和日本将于17号举行首脑会议，日本天皇和皇后18号将与各国首脑等会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特别峰会期间，日本的双边外交安排。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岸田文雄16号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首脑会谈，一致同意建立外交与防务部门间的战略对话。日方还使用友军支援框架 OSA 向马军方提供救援艇。日本外务省透露，将通过 OSA 向马来西亚提供价值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03万元的防卫装备，还包括用于警戒监视的小型无人机。去年底，日本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文件，确立对外军事援助的法律框架，提出以军事领域的 OSA 来辅助经济领域的 ODA， 被视为日本安保向外扩张的重要步骤。据悉，马来西亚是第3个适用 OSA 的国家。日本此前已与菲律宾、孟加拉国就通过 OSA 提供防卫装备达成一致。上月访问菲律宾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套海岸监视雷达等装备，以提升菲军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外界认为，日本 OSA 战略的提出搅浑南海的意图明显。日本现在整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挑战。事实上，岸田政府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外交当中针对中国的一面十分突出。日本拉拢东盟国家，谋求加强与东盟在安全领域的合作。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利用南海问题来牵制中国。而在共同社网站上排在一周热门新闻首位的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6号将与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的消息，这显示日本政府对拉拢菲律宾尤其重视。报道中提出，日菲将讨论两国之间举行联合演习的前提性法律文件互会准入协定的内容。但日本媒体认为，本次会晤中签署的可能性不大，而一旦签署，则意味着日菲联合军演或将常态化。日本拉拢菲律宾等海上东盟国家来对抗中国，目的是想要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那么这也就可能会破坏东盟内部的团结，肯定会引发东盟国家的警惕和反对。因此日本想要拉拢东盟国家在海洋安全事务上来对抗中国，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一厢情愿。那么根本上是难以得到东盟国家的响应和支持的。日本媒体还注意到，这次峰会期间刚上任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的首次亮相是15号与新加坡外长维文在首相官邸举行会谈。据悉，新加坡将于明年夏天开始负责东盟对日本的协调工作，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合作。会谈中，林芳正呼吁深化合作，维文表示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双方确认将在人员交流、经济和应对国际局势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实际上，林芳正曾任日本外相，他与维文有过多次接触。由于新加坡被认为是东盟的智囊，因此林芳正此次以日本内阁第2号人物的身份与新加坡外长会谈，凸显了日方对新加坡的重视。受日本自民党内黑金政治丑闻持续发酵的影响，14号力求自保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一场内阁大洗牌，撤换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等4名安倍派内阁成员，启用岸田派前外相林芳正接任官房长官一职。但林芳正却对媒体表示，当前日本内阁的现状堪称晴天霹雳，直言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14号，根据日本内阁公布新的人事安排，4名安倍派成员全部被撤换，而新任的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最受外界关注。他被认为是岸田派的重要成员，也被日本媒体认为是下届日本首相的热门人选。但深圳卫视注意到，在3个月前岸田的上一轮内阁改组时，时任外务大臣的林芳正被撤职，引发外界联想。还有分析认为他是失势，但3个月后再度被启用，而且是重用，被认为是岸田已经处于无人可用的危险境地。林芳正14号临危受命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日本内阁当下的情况真可谓是晴天霹雳。他透露，岸田指示他努力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实际上，林芳正被认为是全能型内阁成员。自从2008年以来，他先后担任防卫大臣、经济财政政策特命担当大臣、农林水产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和外务大臣。也正因为如此，有日本媒体认为他成为岸田文雄的救火队长，因为他在多个重要部长级位置上都干过，对总体情况有较好的掌控能力。但也有日本政治观察人士指出，正如林芳正自己的判断，他的任职充满危机感，因为为求自救，岸田一口气撤换全部4名安倍派阁僚，得罪了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自民党内对岸田政权冷淡的气氛正在蔓延，许多人拒绝配合他的重新组阁。
日本每日新闻就毫不客气地说，在多名成员坚决拒绝岸田邀请出任内阁官房长官一职后，岸田最后不得不依靠自己人前外相林芳正了。报道称，岸田一度希望启用无派系的前防卫相滨田敬一，但滨田以没有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能力为由予以拒绝。另外，据自民党相关人士透露，岸田方面还曾试探过其他茂木派的议员，也均被拒绝。对此，自民党资深人士直言，岸田政权是一艘正在沉没的泥船，他们不想和岸田一起沉没。每日新闻甚至将岸田启用自己人林芳正的人事安排形容为苦肉计。报道引述一位曾经有过内阁任职经验的人士称，真心支持岸田的人正在减少，岸田政权已经进入末期。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4号公布的12月舆论调查结果，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下降至17.1%。林芳正他是时隔3个来月，很短的时间内再次入阁出任要职，确实可以用晴天霹雳这一词来形容，因为时间太短了。第二个，对于林芳正本人来说，就是说是岸田本人他已经邀请了好多人来担任这个内阁官房长这一职务，但是很多人其他人都拒绝了这一请求，对他来说确实是特别吃惊。官房长官是日本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2号人物，是首相的左膀右臂，是在首相临时缺席时代理首相的人物。历史上也不乏内阁官房长官升任首相的先例，例如前首相菅义伟就长期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一职。分析称，过去10年间，林芳正数次在政治漩涡中上任，收拾残局，成为自民党内部心照不宣的危机公关大师。2015年，时任日本农业大臣西川宫野因政治资金丑闻引咎辞职，这个位置由林芳正接任。2017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被质疑为家计学员提供了特殊便利，构成了知名的家计丑闻。此时接任文部科学省大臣这块烫手山芋的也是林芳正。类似的历史今天再次上演。对于此次官房长官任命，岸田近旁人士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在紧急事态中选择林芳正再自然不过。此外，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后，林芳正将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备受外界关注。他于2017年接替隐退的高村正彦出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直到上任外务大臣后请辞。因此，知华派一直是林芳正身上最为瞩目的标签之一。实际上，林芳正的曾祖父林平四郎与孙中山相识，据说家中至今收藏着孙中山题写的博爱条幅。父亲林义郎是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重要人物，田中角荣一派的得力干将，曾出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实际上，林芳正日后接任这一会长职务就来自父亲的传承。他在对华政策方面十分务实，曾表示日中关系开启展望颇有难度，但希望能集思广益，收获友好的果实。2018年、2019年，他曾连续2年率代表团访华，但受制于日本政坛整体氛围，他在出任外务大臣时，对华关系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但他仍发出了自己的思考。今年4月，时任日本外相的林芳正访问中国期间就强调，日中在广泛领域拥有巨大合作潜力，日方将致力于推进对华合作，不会考虑去中国化。林芳正对中国文化也十分熟悉。15号，他还引用孟子名言“至诚通天”来表达挽回日本内阁在近日的丑闻中丧失的民意的态度。前不久吧，对美国旧金山岸田首相和咱们的习主席进行了这个会晤吧，所以说，岸田邀请林芳正出任内阁官房这一职务，就是说本身也就是发出了一个重视对华关系这样一个信号。在他在这卫相职务期间，他奉行对华友好政策。而在他就是说接受出了那个官方的这职务以后嘛，我认为就是说对于中日关系还是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被撤换的岸田阁僚即将面临检察机关的调查。15号，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已决定对自民党安倍派和二阶派议员进行强制搜查，预计入户搜查行动将于下周初展开。警方还透露，参与调查的人员将超过100人。外界认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遭黑金政治调查，或可成为自民党重新洗牌的时机。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长女田中真纪子近日还对记者呼吁，日本应趁机进行政治改革。NHK 电视台认为，这是岸田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在野党趁机向首相岸田文雄逼宫。日本多个在野党的负责人近期多次强调，撤换阁僚并不能解决问题，岸田已无法胜任首相一职。但日本产经新闻援引前阁僚人士的话报道称，即使岸田支持率低，也将继续执政一段时间，因为自民党目前各派力量都陷入混乱，在野党更是基础薄弱。但以低于20%的支持率想要维持执政，将是十分煎熬的事情。黑金这对于日本政坛来说，它是一个就是说长期的，就是说
长期的顽症吧，长期的顾忌吧，就是自民党这个政党从它成立一开始，它就受这个黑金政治的左右。尽管就是说撤换了安倍派所有人嘛，但是不能说根本上扭转岸田那个这个就是说支持率下滑的局面。另外，岸田那个他的政策左右摇摆，所以老百姓不支持他，就是说，而黑金政治就是说促使他这个内阁更加重老百姓对他的不信任局面。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您好。岸田在民意支持率很低的情况下，又遭遇现在的政治丑闻冲击，那您觉得他将如何应对呢？这次日本政坛爆雷，虽然是以安倍派为主，但也涉及到了岸田派和二阶派等自民党各派议员。实际上啊，在自民党内存在这种类似吃回扣的灰色收入，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这对于支持率本来就已经很低的岸田来说呢，面对着两难选择的困境。本来啊，岸田自上台之日起，就在自民党内面对着安倍派的巨大制约和压力，因为安倍派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实力上，特别是在安倍长期的这种强势执政的优势背景下，岸田既要在较低支持率下维系党内的平衡，又希望尽力地摆脱安倍派的制约，实现自主执政。而且他也确实针对安倍强势执政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安倍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新政策主张。这次呢，安倍派率先爆雷，岸田就快刀斩乱麻，立刻把4位安倍派的大臣撤职，希望尽快的切割止血。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啊。首先呢，就是安倍和岸田两个人的关系是很难切割的。岸田啊，本来就是安倍在任时最属意的接班人选。他们虽然不属于一个派系，但是安倍长期倚重岸田。但由于当时岸田的民调太低，所以呢，才临时改由菅义伟接班，后来才轮到岸田任首相。虽然岸田在接任首相前后已经和安倍之间呢心生嫌隙，但后来安倍还是支持了岸田当选，而且呢，岸田当选上台之后啊，执政并不顺畅啊，很多的政策也不得不安规按随，在许多人的眼里边，岸田和安倍难以切割。其次呢，即使岸田切割安倍派，也很难改变岸田民意支持率过低的现实困境。这个和岸田从当首相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弱势首相相关。同时呢，这次安倍派啊犯事儿，日本民意调查的时候，87.7%都认为岸田应该负责，而且呢，岸田派也不干净啊，也在被调查的视野之中。再次呢，自民党内啊派阀林立，岸田派力量比较单薄，虽然有麻生派的支撑，形成了所谓的联盟，但是岸田他有一己之私也好，是一派之私也好，在自民党内部这种派阀结构的制约下，他无论怎样也很难一意孤行。而且呢，毕竟是自民党的整体形象受损了，岸田不仅仅是岸田派的首领，他更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党首啊。所以在派系利益和整体执政稳定性的权衡之中，岸田只能综合考量，兼顾各种因素，找到维护自民党整体执政稳定的权衡之路，这并不容易啊。可见这次政治丑闻的冲击，对于岸田来说，可能是一个重整旗鼓、建立自己的自主政策和人事体系的好机会，但也可能会对自民党整体形象造成重大的伤害，从而导致岸田执政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所以说，岸田面对着两难选择。日本着力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对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日本和东盟之间啊，有着比较复杂的历史渊源。如果以中国为经济主体来观察的话，那在所有的这些合作当中呢，无论是日美之间，还是美国东盟之间，或日本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都大大的少于这些经济体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合作。至少在数额上是很明显的。比如啊，现在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3年是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之前呢，那个时候日美啊还曾一度呢在争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头把交椅上进行冲突，但中国提高了与东盟的贸易额后呢，很快就超过了日本和美国。而且呢，中国
所有对外的经济合作都是以政治、社会、人文的整体合作为基础的，因此，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合作的基本态势和格局是既定的，是符合所有相关方共同利益的，所以也是很难改变的。最近呢，特别是 RCEP 的合作，更使得中日韩和东盟之间的经贸互动有了更好的发展。同时，东盟呢也是作为一个比较均衡、有智慧的多边合作体，现在和中国之间相向而行，整体合作发展已经不可阻挡。所以事情啊，并不都是由一些大国决定的啊。东盟今后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妥善，在大国博弈中扮演利人利己的角色。在中日这两大邻国之间呢，就更会以一个正面协调的方向定位自己的作用。那么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呢，也就只能朝着有利于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向走，这也是日本东盟合作的唯一正确选择。